可以。是这样吗？哦，可以。OK。再硬反动吧，硬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解压的工作。枯燥，我觉得应该比游泳要好一点吧，对吧，弟弟？对。弟弟，如果让你每天，现在你是24岁嘛，让你比如说到个40多、50多，然后就是在你退休之前，然后你选择一样你热爱的事情，你能不能一直坚持？我觉得可以。你会选择哪一项你自己最喜欢的？我觉得我会最终选择马，赛马。对。所有讲德格的故事，好像总是从英军院开始。100年前的故事也好，现在的故事也好，都开始于同一块硬金板。但阳光社从来不分老阳光或是新阳光的。他们穿过岁月的油墨香，落在现在的人们的身上。和我一起来德格的这个大个子是孙杨，曾打破过奥运会纪录的游泳世界冠军。他本人比电视上看到的还要高大。在德格生活着很多老一辈的藏地工匠，他们传承的是手艺，也是生活。而更年轻的德格匠人们生活在联网通路的现代，所以他们从小在这里学习了祖辈的手艺后，有了各自新的领域。唐卡传承人结合汉地山水的画法，描出了黑悟空。黑陶匠人做出了咖啡杯和台灯。我带孙杨哥去了位于德格的麦宿镇，这里曾是川藏北线的重要驿站，是藏地远近闻名的手工艺之乡。印军院里所使用的藏纸也同样来自于这里。欢迎来到德格县麦宿镇。我发现这里的水很清哎，对，因为这里的水很清。这里的大部分水都是从那个雪山融化然后流下来的。哎，弟弟人呢？他人呢？他人呢？弟弟人呢？狼毒花是藏纸最重要的原料植物，这种纸的韧性很强，能保存几百年不腐。我希望这个藏纸很有用，希望传承给更多的人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猜它也是很难的。一个那个，一个嘞。他是做这个藏纸的一个非遗传承人，对，然后他希望这个藏纸，希望更多的人看到。今天在这过运的时候呢，把个朋友。在过程中拍个有人，要不然他带我们到上面去采一点，然后我们洗，然后他采下来之后是要用那个河水洗干净是吗？对，可以洗一下。
来呀！盾牌，盾牌，你打我就，然后我打你走。好想下去游一会儿，好想下去游一会儿。这水冷吗？来我帮他。走吧。我们去河边寻找龙骨花，它们的根做成纸，藏地人民通过文字传承下来，而纸就是文字的根。没龙骨花在这儿，那上面有，我好像看到了，这全是嗷！你看，随便我，请展示。不行，我太热了，我把衣服先脱了。可以，你让一下我，先挖一下。对，完了。这是人参吗？对，真是人参吗？不能吧？不是，我来了。哎呦我去！冬天的话就这个很难挖。弟弟过来。冬天地会那个冻啊，就会结冰。对。这是什么？这是那个土拨鼠。对。啊，土拨鼠就会在这个里面吗？土拨鼠家，他家。啊，这真的是土拨鼠这样？真的。它会在现在里面有吗？有可能会有。土拨鼠喜欢吃面包，这都是它们自己刨的吗？对。哇塞，这个水巨冰，这水简直跟冬泳的水一样。这水我估计就只有，对。哥，那你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就是，教练教的还是你自己去游的？没有，以前我们是教练来选的，就老师就跟那个选的教练，就是我的少体校就说，他说角落里有个床都快睡不下的孩子，他说你们去看看吧，然后就一块就去了。就你们年轻，就是你们小的时候童年可能去玩水，就我们的几乎都是，比如说泡温泉。对，我们都是去，就真的是去训练，然后小时候天天训练，嗷嗷哭啊这，然后小的时候游不好就跑回家，从游泳池跑回家。哇！基本上可以说95%以上每天都要训练，啊，就比如说像我们来录节目。你没有条件嘛？那我要创造条件，然后我就要自己去找体育馆，然后自己去找游泳馆，然后像那实在这里没有游泳馆的，就昨天晚上你看到我的，我就会在走廊上面，就是在走廊上面，然后进行一个就是活动，然后基本的，对，牛啊，学会了，一个晚上记会了肌肉。我游泳是我小时候玩水，然后就掉过水，然后就自己就学会了，被冲走了，被冲走了，对。然后怕吗？当时一开始有点害怕，然后后面就，就自己就学会了，抓住了一个，就没有人看到你吗？是，没有，然后就抓住了一个那个草，然后就其实不会游泳的人，是不是水没过胸以后就会有一种恐惧感？对，就是有那种特别害怕，一开始特别害怕，然后就后面就，从那开始，然后就慢慢的就不怕了。就我以前小的时候，因为学的时候是从浅水期开始的，学到深水区的时候，巨害怕，扒着池边我不敢往中间去，你知道吗？就我先去少体校游了，然后游了半年，我就回家了，我不想游，我觉得太苦太累了。那个启蒙教练呢，他们就轮番天天来我家，他说孙杨以后一定是亚洲冠军或者是世界冠军料。那个时候觉得能拿个全国冠军，在几千万中都已经很了不起了。对，然后就从那个开始，就是教练一直在灌输，他说你以后一定能成为冠军。然后就是所以说就是我现在还是挺相信一句话的，就是叫要相信的力量。对。妖精的父亲是当地受人敬重的唐卡画师，但他在学习了传统唐卡后，开始思考要为藏地创造一些新的风格。这是藏经吗，老师？藏文书法，藏文字。对。那我们就开始写那个。
世界2个字。这一次，我和孙杨哥第一次尝试用油画笔写藏文，而央金教我们写的这个词语是“世界”。世界这个字，这2个字，世界和平，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咱们藏文化，我想的是就是推向给世界，所以你想写世界，对不对？对，就是不应该只是在这个熟悉的土地上发光。要让值得推向更多的人，对，更多人都知道，更广阔的世界，对中国的文化，对，这是一种油画的形式去写那个藏文书法。其实之前的话都是以比较传统的纸上或者是布上写这个藏文书法。就是我父亲是绘画堂卡的然后我23年毕业之后就回来在老家发展。按照比较传统的理念来讲。一般传承文化这东西，就是似乎默认由男生来，接班，但我们家不一样，因为我本身是书法传承人，然后未来我还要接手父亲的陶卡技艺，然后在外地学到的一些汉语知识，通过互联网去推广一些说民族的文化。弟弟在游泳，看弟弟在游泳，我画的，弟弟在游泳。我给弟弟画这幅画是希望有一天可以让他在泳池里游得更好，然后也可以让他的生活和事业像这个泳池像大海一样辽阔，然后越走越广，越走越好。我画的是一个，先是写了歌的名字扎西珍珠，以后就有藏名了，以后人家我来到这里，人家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扎西珍珠。三二央金。今天专辑，扎西的老皮书头，俺妈把这个看了，点着电话，淘把秀。风吹过高原的青稞田，野花落在其中。就像手工艺创造的美丽，绽放与流动的历史，星星点点，色彩斑斓。你这相亲去啊？结婚去啊？对，还参加喜酒去啊？嘟嘟嘟嘟嘟嘟嘟，这就是青稞。对，种的是青稞。扎西的嘞！扎西的嘞！这块土地使用黑陶的历史，也许能追溯上千年。黑陶匠人在过去的土屋里做了自己的新工作室，除了传统的水罐，他也开始尝试做新式的现代餐具、咖啡杯，甚至是地球仪。啊，这一点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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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你好，你这一点嘞，你辛苦。这是您父亲是吗？对，我父亲。哦。这个黑陶有2种，青黑是蓝黑是和藏语叫做4多，然后那2个结合，然后4多要少一点，然后就加起来，然后就成了这个。然后就以前的话就，大部分都是藏族家具那些黑陶那都是，然后现在就是时代改变，所以就变成了花瓶、路灯这些都，那些烛台那些都有。要挖刚才那些石头的话，就要在冬天去挖了。上去感受一下。可以。小心。走。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刚才那个泥巴，然后这个就可以弄成那种的，然后泥巴混水，然后这些就是那些工具，然后咖啡杯，然后这个再晒干，然后干了之后就可以
少了。手机支架也能做吗？卡包我的，卡包我的，卡包我弟弟就是手机支架的意思。对对，卡包我弟弟。卡包我的。嗯，我的。口爆哟。嗯。真的。嗯。跟变魔术一样。他几岁？他9岁。啊，9岁。弟弟。就这么高。他说老师。一般要爬多久才能找到这些石头啊？等待你这嘞。我是1300多个了，人不1300多个了。海拔4000多米。海拔4000多。要爬到4000多米才有。对。冬天去。冬天去。对。只有冬天去。对，其他季节去的话就会那个地塌下。冬天的话就，所有的地全部都是冻住的。哦。然后不会塌下来。啊，就是你们只有1年，就是在冬天每天上去，然后把这些材料就备1年备够。对。哦。如果夏天、春天去的话，就塌下来了。你做了多少年这个了呀？做了多少年？这个你咋地吃？28。哦，28。28年。28年。对。好像做什么都有个时间定律，对吧？对。我说做什么都有个时间定律，一定要做到一个时间，才会做得很好。送你一个，看后面。你想做什么？非遗传承人吗？就找个工作。找个什么工作？想留在这里，还是想到外面去找？出山。啊？到外面去。到外面去啊？对。你看。然后我未来出山，让妹妹那个什么传承黑陶。啊，让妹妹传承黑陶，然后你就到城市里去。对。好。就卖黑陶。创造力，重新把器物塑形，更贴切我们生活的样子。样子的确是变了，但属于这里的土是不变的。传承者的手艺终是历久弥新的，对生活的感触与热爱。这你来抄，我来切。我们这有夏天各种各样的蘑菇。那你怎么分辨能吃不能吃啊？
我们其实很少吃那种自己陌生的那种蘑菇。它这个村子主要的经济来源是什么？主要的经济来源是，手工黑桃，然后还有唐卡，还有那个什么金刚石是吧？对，然后那个藏纸，哦，藏纸那个藏经、对吧？对，这里很多人都是从大学毕业了之后然后就慢慢的会上来，然后就做这些手工这是什么？茶。茶啊，这是。对。谢谢。这就是酥油茶是吧？不是酥油茶，这是藏茶吧？红茶差不多。咸的。回到了新陆海，藏文名字叫做玉龙兰措，但这个汉语的名字好像在说，从这里开始，走上新的道路。不管是选择坚守传统，还是创新探索，都是属于自己的新的道路。ngadaina shikumbi ramandala yoni talolo gati chepal tandala rendritni ramandala chi gashot yonda cheresana chi tatanda wayana chi ndala nda janzan to tabizon nda chi nyonda re tanda re tanda tan chi ma paroni na chi ndete yoni janzan to tabirezo ma pala chi古老的土地上，青稞数了一季，新的种子又在落地，等丰收之风再度吹来。每棵植物自有自己独特的摇曳的姿态。现在会按，这个地形弄这个就行。我家就你一个，还是有好几个兄弟？6个兄弟。多少有6个啊？你是第一老几？我是老5。老5。对，我还有一个弟弟。那你还有几个是姐姐吗？4个姐姐，然后一个弟弟。哦，4个姐姐一个弟弟。哦，不对啊，4个姐姐一个弟弟才5个，还有一个呢。我呀。你不算我吗？我以为你把你已经算进。对。其实这个我们俩就把它切断了，就不能用了。其实可以用，那就将就用一下吧。将就用一下吧，走吧。对，我们先换个地方，把它土给它。这质量太差了。对，真的，哎呀，太难受了。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大了。就变成野外生存了。咋吃啊？就这样吃啊？
它其实就是蔬菜。对。咋了？圣解甘孜有机之州，错过一季，念向一年。Hello， 大家好，我是甘孜州猪农推荐官丁志珍珠。我这一期推荐的农产品是德格香菇、德格山珍。更多高品质土特产，搜索天猫甘孜州原产地官方旗舰店